你知道在中国坐牢的囚犯每天都在面临跟新疆再教育营类似的强迫劳动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强迫劳动中国监狱 SOS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之前我们在台湾监狱生活的影片里面呢，聊过在台湾坐牢的日常，也提过呢，在这个监狱里面，狱友通常都会做一些劳力密集的代工，借此来赚一些劳作金。那虽然劳作金的金额不多，每个月只有几百块，但至少呢，狱友们还是可以使用劳作金来购买一些基本的日用品。除此之外呢，台湾的狱友们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还是可以享有一些基本人权，像是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可以写信啊、看书、运动、睡觉呢，也都可以睡满8小时等等啊。不过在隔壁的中国坐牢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去年呢，由德法公共电视台推出的纪录片《中国监狱 SOS》，就从一个装有求救性的验狱蚌盒开始，揭露了中国监狱里面一直都存在的强迫劳动现象。这些被关押在中国的囚犯呢，长期被狱方的人员当作免费的奴隶剥削，狱方呢则透过接收这个外国的代工订单赚得盆满钵满。这封求救信写了些什么？中国监狱当中的强迫劳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可口可乐称霸世界的神秘配方到底有多神秘？可口可乐发明了100多年其中神秘添加物还是个谜。目前完整配方被锁在一个大保险箱里面，据说只有几个高层知道内容，而且连身份都是绝对机密。多年来呢，有很多人尝试破解这个配方，但都没有办法复制出完整的可乐味。可是没有想到呢，2012年可口可乐居然公布了其中几个神秘原料。那什么嘞？我们先卖个关子，等等揭晓。有人认为神秘配方只是行销的噱头，可乐让人上瘾的关键其实是他们的品牌塑造能力。那如果你也想要学会这种能力，绝对就要来看看强者我朋友 JL 开的问对问题，设计你的解决方案线上课程。罗生俊 JL 是经手过 HBO、金曲奖、Netflix 等等国际品牌的知名设计师，他同时也是一名创业家。这门课呢 ，JL 会带大家从问对问题开始，把天马行空的想法透过设计思考变成有商业价值的方案。上课呢还免费的送商业提案模板，帮助你快速的上手学会提案。那位 JL 呢是我认识多年的超强朋友，现在新课有限时的优惠，输入77折扣码还可以再打折，真的超级划算。好的，那说回神秘配方2012年有报道指出，可口可乐透露他们饮料添加的神秘原料呢有香草还有肉豆蔻，而且可口可乐甚至是这2种香料在全球最大的消费者之一。不过就只有讲这样的而已，剩下配方呢还是不知道什么。可恶，好想要自己做可乐。那你觉得里面到底放了什么呢？时间回到2015年2位消费者在巴黎的药局购买了售价仅有1.99欧元的验孕棒，但就在开箱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说明书当中夹带了一张标注 SOS 内容用中文写成的信纸。一位自称呢在中国天津监狱服刑的囚犯，因为受不了狱中的不人道对待，写信对外寻求支援。信中的内容写到呢，在中国只要你的政治意见跟共产党不同，就可能遭到定罪判刑。囚犯们在监狱里面每日都要工作12到15小时，建造监狱的资金啊，以及狱警的奖金呢，都来自于压榨囚犯的劳动生产力。另外呢，写信的人还提到，他原本想用实名来揭发中国狱方恶行，但如果这么做，他将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请求这封手写信绝对不能够在中国被公开，最后也恳请看到信件的人想办法帮忙。法国纪录片导演莱蒂西亚·莫罗在注意到这起事件之后，决定对案件展开调查。而调查的第一步，他必须查证这封求救信所写的内容是真有其事吗？为了查证求救信当中描述的内容是否属实，纪录片团队找到了几个曾经在中国监狱服刑过的人。首先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的马里尤斯·巴洛，他曾经是位在中国生活的英文老师，但因为被中国当局指控商业诈欺，从2014年开始就被关押在上海青浦监狱，服刑长达了8年，一直到2022年才被释放。不过至始至终巴洛都没有认罪。再来呢是来自于英国的彼得·汉弗莱。汉弗莱曾经在路透社担任记者，后来又与妻子一起创业，协助那些会跟中国公司往来的外国企业进行商业调查。但是在2013年，夫妻俩被指控非法窃取中国公民个资而双双被逮捕。汉弗莱呢也在上海青浦监狱被关了2年。最后还有一位现居泰国名叫做迪马的前囚犯，他因为信用卡窃盗案在中国被判刑2年，同样关押在上海。这几位呢曾经在中国服刑过的前囚犯在看到求救信之后，都同意信中所说的内容属实。他们都表示自己在中国监狱的日子也都同样遭遇到了强迫劳动以及狱方的虐待。而在访谈当中呢，他们也揭露了中国监狱囚犯的日常生活以及强迫劳动如何进行。根据前囚犯们的回忆在进入中国监狱服刑之后，狱警会明确的告知他们，严格来说，你们已经不是人了，并从此成为工作机器。
每天早上6点半，囚犯们呢必须要准时的集合，然后像在军队里面一样点名行军。接着呢，就是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展开长达12到15小时的劳动。非工作的时段呢，10几名的囚犯会被迫挤在同一间牢房，晚上睡觉也不可以关灯，导致他们根本无法好好的休息。跟狱警说话时呢，囚犯们都必须要跪下来，连头都不能够抬。那如果有人敢拒绝劳动或是犯错违规，狱警就会用各种非人道的方式来惩罚，像是暴力的殴打、使用电击棒虐待等等。而至于囚犯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帮外国厂商代工。汉弗莱指出，外国大厂呢基于成本考量，经常会把业务外包给中国工厂，而这些中国工厂就包含了中国各地的监狱。这些监狱所制作或包装的产品五花八门，从口罩啊、验孕棒、试剂等等的生活必需品，到像是节庆的装饰、卡片等等非必需品，一应俱全，订单产值高达了数百万人民币。但是与普通工厂啊，或是其他国家监狱不同的是，中国监狱的囚犯在劳动时并不会得到薪资或所谓的劳动金，这些中国囚犯们所创造的产值会全数归给狱方。而在这样子的运作之下呢，狱方一方面可以透过订单赚进大笔的收入，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可以开出比外面工厂更优惠的代工价格，吸引外国厂商来合作。而且更让人觉得无奈的是，这种以剥削来创造产值的强制劳动，恐怕是长期存在的现象。纪录片当中呢，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曾经担任非营利组织劳改研究基金会主任的社会活动家廖天琪就指出，现在的监狱劳动就是当年劳改的一种变体。所谓劳改的意思呢，就是透过强迫劳动来达到思想改造。以中国来说，早在毛泽东执政的时代呢，中国就有劳改营，而这个劳改体制呢，其实是模仿自苏联时期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为古拉格，用来呢真的泛称这苏联的劳改系统。二战后的1950年代，毛泽东利用劳改的方式压制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异议人士。根据统计当时中国呢有数百万的人民死于劳改营。那在1980年代之后呢，中国的经济转往资本主义的形式，但劳改并没有完全消失。各地的监狱为了盈利，也都引入了这套劳改制度，以监狱劳动的形式来运作。发展到今天整个中国的狱政系统呢，就像是一个大型的商转企业。而在纪录片当中，团队也采访到了30年前首位对外揭露中国监狱强迫劳动现象，目前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陈破空。1986年的12月，当时还在中国同济大学念研究所的陈破空，率领多名的同学上书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发起了86学潮，呼吁民主改革。当时胡耀邦因为同情学生诉求，被邓小平等人罢黜，为之后的6·4事件埋下了伏笔。而在6·4结束之后呢，陈破空也被中国当局通缉，曾经2度入狱，历时了4年半。他在狱中的工作呢，是负责为外国厂商制作人造假花。1993年，陈破空在狱中写了求救信件，送达了美国。信中揭露了中国监狱里面强迫劳动、虐待囚犯等等现象。美国民主党籍的政治人物南希·裴洛西也曾经在国会为他发声。而在纪录片当中呢，陈破空表示中国的司法系统并不公正，被关进监狱里面的囚犯不见得是大家印象当中作奸犯科的坏人，很多都是因为政治理念跟中国政府不同，所以被抓去关。看到验孕棒当中的求救信之后呢，他更是忍不住的悲从中来，哽咽的说道：“他曾经以为自己的吹哨能够改变些什么，没有想到30年后，中国人还在继续的受苦，强迫劳动体制也依然健在，语言当中有满满的无奈。”但是在擦去眼泪之后，陈破空还是呼吁外界需要做点什么来试图改善现况。不过，这到底该怎么做呢？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认为中国监狱之所以存在强迫劳动，这是因为有庞大的利益可图，而在对方根本不在乎人权的情况之下，跟他们谈道德理念根本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想要改变那就是应该要换个方式，比如威胁中国的商业利益来逼迫他们改变。所以他呼吁欧盟呢，应该要效仿美国在2021年底通过了防治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透过贸易制裁让中方意识到他们无法再透过强迫劳动来获利。那除了对于中国的施压以外呢，另外一方面也要规范欧洲企业必须要去查证自己的生产链是否有强迫劳动的状况。那在众人的发声跟争取之下，欧洲议会呢分别在2024年的4月以及7月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欧盟市场内禁止强迫劳动制造产品法案，以及企业永续尽责调查义务指令，希望能够改善被剥削者的处境。而纪录片的最后，导演也感谢这位匿名发出求救信的囚犯，谢谢他与其他囚犯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对外界揭发中国监狱当中的情况。他说希望有一天这位写信的人能够知道他的信件对世界带来的改变，一切的努力不是徒劳。
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了像是新疆再教育营、台湾监狱生活等等的相关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做这个议题之前呢，我们原本以为中国所谓的劳改可能主要会是在新疆啊、吐蕃等等地区，但这部纪录片揭露了，除了少数民族之外，中国各地的监狱也都普遍存在着这种罔顾人权的强迫劳动现象。坦白说，这虽然呢不是真的超意外，但看着前囚犯们的现身说法，有些人声泪俱下的模样，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惊。而且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团队呢，也真的有实地前往中国，试图要勘察中国监狱的规模，追踪这些强迫劳动商品的产业链等等。那如果你对这些议题有兴趣，或是怀疑它的可信度，我们都很推荐你可以亲自去看看这部纪录片。那么再回到抵制强迫劳动这件事情上目前包含了美国、欧盟都有相关的法律限制强迫劳动的货品输入。那我们也很好奇台湾有没有类似的法案。那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虽然台湾目前没有相关的法案，但经济部呢有在台湾企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的草案当中提到，为了确保企业在供应链的管理当中尊重人权价值，未来应该会推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相关法规与措施。不过这个草案呢目前都还在研究阶段距离新法上路应该还要好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可以想见的是，不管是台湾或是欧洲，对于这个法案颁布之后呢，最容易受到的就是企业的反对。因为一个商品从原料、零件到生产、组装，再到包装出货，每个环节都可能呢是在不同工厂完成的。企业端如果想要确认这每一个环节都完全不涉及强迫劳动，一定需要花费更高的资源跟成本，而且也可能会有漏网之鱼。但这样子就代表我们完全不需要有这个法律了吗？关于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讨论了。你觉得透过法律要求企业必须要确保自己的供应链都没有强迫劳动，可以减少剥削的问题吗？我觉得可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B 我觉得完全没有，企业可以造假，政府也很难稽查。C 我不是很确定但好像也想不到其他的办法。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监狱内的强迫劳动。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狱友的生活以及新疆再教育营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